俄军搞了个新武器来应对海马斯，就是不知道作用大不大。1月29日，俄罗斯单方面称，乌克兰军队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炮击了梅利托波尔地区莫洛奇纳河上的公路桥，并造成伤亡。火力军原本以为大家的注意力会随着坦克联盟的建立而转移，没想到乌军的一次远程打击就将俄军打得跳脚，不得不站出来，用指责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无能。与此同时，有消息人士已经确认，俄罗斯准备将最新式的铠甲 SM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投入到乌克兰战场，用来应对乌克兰的海马斯。铠甲 SM 防空系统真有这么强，居然有望成为海马斯的对手。铠甲 SM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最早曝光于2014年2月。他们的塔斯社在报道俄军韩区试验时，就曾透露出相关铠甲系统的若干信息。当时，3套俄军铠甲 S1 防空系统在新西伯利亚北极圈内进行韩区适应性测试。其首席设计师瓦列里斯卢金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们正在研制的新型铠甲防空系统将按照军队现代化军事装备重新计划打造。紧接着，到了2014年3月份，俄罗斯副总理罗戈金就对外表示，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近期将推出新型铠甲 SM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作战范围将超过铠甲系列所有系统。当年6月，俄媒报道称，新一代铠甲 SM 弹炮合一系统已经制造出来，采用超声速防空导弹，能够击落战术弹道导弹。2015年莫斯科航展上，俄罗斯正式对外公布铠甲 SM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演示视频，并称2017年装备俄军，但直到2019年，该车才亮相于军队2019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并开始逐步替代现役的铠甲 S1 系统。只不过到现在为止， SM 并未完全取代 S1， 可见俄罗斯打造和生产铠甲 SM 并不容易。在性能上，据透露说，铠甲 SM 防空系统的样车早在2017年已经出厂，并以小批量装备俄军。俄军曾经在阿舒鲁克靶场测试该防空系统，结果显示其对4旋翼飞机等超小型目标的打击效果显著，作战效能是铠甲 S1 防空系统的 1.5 至2倍，1.5到2倍。真有这么强？那为什么前段时间莫斯科屋顶装的不是它，而是 S1 呢？按照数据俄的介绍，铠甲 SM 是俄罗斯高精度系统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导弹与火炮相结合的近程防空武器系统，是俄防空武器的新锐。该系统的战斗车辆共有2种型号，一种是配备了24枚防空导弹和目标跟踪指示雷达、光电瞄准仪，但却没有配备炮塔武器系统和武器控制方舱的型号，其目的是为减重，使导弹搭载量翻倍。另一种则是基本型，配备了12枚防空导弹、2套双联装机炮以及完整的目标搜索雷达、目标跟踪指示雷达和光电瞄准仪，而武器系统安装在控制方舱的上方。其发射车的典型特点是可以兼容导弹发射箱，具有和高射速的双管机炮，其中导弹载具可以发射升级版的 9M335 57 E6 导弹，打击距离能达到40公里，并且能针对雷达反射截面极小的隐形目标，差不多是能够击落40公里范围内雷达反射截面积为 0.1 至0.3平方米，飞行速度1000米每秒的空中目标，对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 0.03 至 0.06平方米的隐身目标，具有70%以上的命中率。而高射速的双管机炮，单管射速能达到1950到2500发每秒，当4管同时开火时，则能编织密集的火力网。而且铠甲 SM 防空系统还升级了雷达和光电系统，能将目标探测距离从40公里增加到75公里，交战距离从20公里增加到40公里。从俄方公布的测试视频看，这套雷达光电
系统具有远距离发现并跟踪隐身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飞行目标的能力。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俄罗斯的铠甲 SM 防空系统分明就是一款针对无人机、巡飞弹、火箭弹的专业化武器。而美国援乌的海马斯火箭炮所发射的火箭弹并不具备隐身性，因此，当俄罗斯宣布会将其投入到乌克兰战场时，俄粉才认为铠甲 SM 会成为海马斯的对手。但他们也不想想，就算俄军投入了，又能怎么样？数量不够，打不到，俄军不照样完蛋？他们的作战单位依旧会遭到乌军海马斯的猛烈打击。要知道，铠甲 SM 是在铠甲 S1 基础上深度研发而来的，而铠甲 S1 也并非俄军吹嘘那般可靠。2019年的时候，以色列曾公布过一大段大利拉导弹攻击铠甲防空系统的录像，直接就能证明俄制的铠甲导弹在美式装备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是名副其实的烧火棍。据当时资料显示，铠甲导弹发射出去后就不止一次失控坠地，导弹连续的发射失败，迎来的是以色列军队强大的导弹攻势。大利拉导弹直接瞄准铠甲发射车的正中心就扑杀了过去，当场灰飞烟灭。算算时间，铠甲防空系统从进入叙利亚作战开始到被消灭，前后加起来半年时间都不到。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俄制铠甲防空系统这么脆弱呢？在防空系统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无论飞得有多快，飞得有多高，都不如抗干扰要来得好。而这正是俄军铠甲防空系统的死穴之一，怕电子干扰。俄制铠甲防空导弹系统采用的是半主动制导，需要制导雷达提供目标信息，如果制导雷达信息被干扰，其发射的导弹就会直接失控坠毁。而以色列军队对铠甲防空系统的多次试探，就是为了收集雷达波频谱，最终制定出作战计划，先发射导弹，引诱铠甲导弹系统开机，电子战系统给铠甲系统精确定位，然后电子干扰让铠甲导弹失控，同时发射大利拉导弹慢慢摸过去，精确击杀，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击溃链条。即便以色列大利拉导弹飞行速度慢，但配合上电子干扰，还是轻轻松松地击败了铠甲防空系统。而如果我们接着往上翻战争历史，就会发现这段击毁铠甲防空系统的视频与1982年中东战争中以军摧毁叙利亚贝卡谷地萨姆6导弹防空部队的情况差不多一样，都是先出动无人机诱饵，在获得敌人雷达的关键频谱数据后，对其进行针对性干扰，让敌人雷达丧失作用，最终再用大批量导弹、炸弹进行毁灭打击。而这里面同样显示出苏制萨姆6导弹系统的怕电子干扰的特性。萨姆6导弹在第3次中东战争中击落了130架以色列飞机，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但仅仅过去6年，就在第4次中东战争中变成了一堆废铁，成了防空导弹界的耻辱。紧接着就是俄制铠甲防空系统面临同样的困境，可见俄罗斯的电子工业是从根儿上烂的。面对美国、以色列的电子侦察和干扰，毫无还手余地。所有带雷达电子设备的俄制武器在遭遇美式装备后，性能可能都要严重打折，甚至直接报废。所以，即便是升级后的铠甲 SM 防空系统，也不一定防得住乌军海马斯的打击。而且，俄军打算投入的数量也是一个问题，多了俄罗斯境内会受到威胁，少了又起不到缓和的作用。更何况，俄军目前的生产重心都放在了弹药储备上，所以俄方放出投入铠甲 SM 防空系统的消息，自我打气的作用占比比较大。俄军及其控制目标所遭受的打击并不会因此得到缓和，反而会让基辅找到更多理由向西方索要弹药。目前，俄军正同时对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展开进攻，未来不排除北上会师，甚至可能向第聂伯河等方向前进。而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的同时，现在迫切地想要获得打击克里米亚等关键地区的能力，以寻求新的突破。
所以在西方同意援乌先进坦克后，乌克兰就再次向西方寻求更多厉害的武器，如战机和 ATACMS 导弹，甚至有传言说英国准备提供暴风影空射巡航导弹。这款导弹射程超过 ATACMS 导弹，发射方式使行动更灵活，而且在去年，乌克兰的米29战机已经在波兰进行改装，可以发射此款导弹。其实，只要美国愿意将射程达到300公里的 ATACMS 交付给乌军，那乌军的海马斯就能原地升级，直接打到克里米亚，打进莫斯科。网络上虽然有图分析说 ATACMS 已经出现在了乌克兰战场，但到目前美国官方的态度还是不愿意提供。乌克兰目前的海马斯射程多为80公里，而 ATACMS 则是一种更大的战术级弹道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可以由多管火箭炮发射。之前军援乌军的 M270 和 M142 就能完全胜任，其发射容器和标准的 MLRS 火箭盖一样，有一个带有6个圆圈的盖子，曾多次出现在世界各大战场，如在沙漠风暴行动、伊拉克自由行动等。只要乌军能够再拥有，就会增加其摧毁俄军后方目标的作战深度，加快俄罗斯占领领土的解放。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人民热切希望他们的军队能够接受 ATACMS 的原因之一。另外，因为弹头的重量和射程的不同， ATACMS 在美国陆军武器库中种类就多达5种，而任意一种对俄军的杀伤力都是巨大的。如 Borg 1型，这是美国陆军在1991年采用的基本版本，至今仍在服役。每种导弹的弹头有950枚 M74 子弹药，每枚可以覆盖15平方米的区域，加上其射程可达165公里。试问打到俄军内部会如何？Borg 1A 型改装于1998年投入使用，并在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期间经历了火的洗礼。与以前的版本相比，这种导弹上的弹头的有效载荷减少了3倍，只有300枚 M74 子弹药，但射程却增加到了290公里。之后，美陆军在 Borg 1A 的基础上又创造了 Borg 2型，其特点是弹头由13个智能反坦克集束炸弹组成，旨在击中移动或静止的目标。只不过2003年被美国陆军终止，并未完全投入使用。而 Borg 4A 型是美陆军拥有这款导弹最先进的改装型号，其射程能达到300公里，拥有洗礼一切军事堡垒的能力。这一款对乌军的作用最大。最后一种是 ATACMS P 型 ，P 代表穿透器，它是专门为美国海军开发的，旨在击中深层目标。与之前几款相比， PRSM 导弹外形更加紧凑，射程更远，能达到300至450公里，而且 PRSM 导弹同样可以沿用 MLRS 和海马斯发射器，因而节省大量换装成本。此外， MLRS 和海马斯发射箱容量由原来的分别容纳2枚和1枚 ATACMS 导弹，变成分别容纳4枚和2枚导弹，极大提高了单个作战单元的火力打击能力。它与 Borg 4A 型能让乌军具有打击克里米亚甚至打击俄罗斯内部的能力。虽然乌克兰战场的局面依然在不断变化，俄罗斯和美国在乌克兰的加码依旧会持续增加，说不定之后能公开军援 ATACMS， 所以铠甲 SM 防空系统再怎么样都不会成为海马斯的对手，乌克兰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好了，关于此次俄军投入铠甲 SM 的举动，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